大家好，很荣幸，也很开心能来到宋老师的新书发布会，而且其实我也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有站在这么多中年男人的旁边，但是。不过我也觉得很温暖，因为我发现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女生、女大学生，所以我刚才都有一点疑问：这个是不是石油大学强迫学生们来参加的活动，还是说大家真的很想来看这些中年男人？所以，哦，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反应应该就是大家自愿来的，应该不是什么活动，对，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处，嗯。但是我还是很开心，宋老师能邀请我。今天的主题是人活一句话。其实我想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，因为我的人生的确没有什么话让我印象深刻，而且我可能也都是靠一些废话活着。就像其实我去创作，也并不是有所感悟和总结，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困惑和迷茫。这就可以说到了一句话，给了我最初的困惑，就是女人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后天塑造的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我看到第二性里的这句话，当然是非常不理解的，因为当时我只有生理性别意识，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社会性别和文化性别的概念。而且那本书我也没有看下去，因为最开始我看第二性，我以为它是什么带有软色情的情感科普书，结果第一章就非常枯燥。这就说到了我小时候的阅读习惯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塑造了，被大量的爱情小说、爱情电影包围。而且我后来发现，青春杂志还有一些青春文学的性别导向非常失衡，写到女人都是在写女人谈恋爱，而且还写得特别带感、吸引人。还有很多针对女性的名著，尤其是针对女学生的，像《简爱》啊、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等等。让我当时看到的还是恋爱，只是分恋爱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对手，而且在当时以女性为主的影视也全都跟恋爱、婚姻有关，永远都是在追逐爱，得到或者得不到爱。但同时呢，像建功立业、发明创造、冒险悬疑、热血励志，其实都跟女性关系不大。那么作为一个小女孩来说，这些恋爱中的女人就成了成长楷模。而且给我的印象就是，女人长大之后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谈恋爱，最快乐的事儿就是被人爱和爱别人。幸好我当时也看了很多中年危机、婚姻危机的作品，比如手机一句顶1万句、一地鸡毛。正是因为有这些，否则的话，我可能还会期待婚姻和生子。所以。对，所以特别感谢刘震云老师，让我很早就破灭了婚姻的幻想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张爱玲说过，他们那一代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片，再看见海；先读到爱情小说，后知道爱。对于生活的体会，往往是第二轮的。其实到了我这代，依然是这样。任何一代人都是如此，先去模仿生活，再去生活。如果是创作者的话，你最好可以创造新的生活，供别人模仿。所以呢，我在青春期也开始了谈恋爱，很喜欢引人耳目，渴望被喜欢、被看到。其实人类发育到了青春期，想吸引异性，就说明你很正常、很健康。谁会发育了就想努力学习的呢？虽然我也没有影响学习，但那个时候我又陷入了新的痛苦，并且意识到身为女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比如同样爱谈恋爱的男生，大家就会觉得他很厉害，很会泡妞；但女生爱谈恋爱就是骚货、婊子，以及更多难听的话。包括现在，你让我想一些骂男人的通俗的词汇，我都想不到，好像只能骂他妈，就是另一个无辜的女性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在想，这招是谁想出来的呢？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环境和文化环境里面，从小就鼓励女人向往爱情、向往婚姻，渲染女性成为欲望对象。
然后呢，又侮辱和蔑视他们渴望恋爱、享受恋爱，还要挑剔他们够不够资格成为欲望对象，并在其中呢分化女性，让女性自己认领站队，互相指责，一边就是荡妇婊子，一边就是良家清纯天真，这让成长中的女生会格外的矛盾和困惑。后来我也看了很多男作家的书，除了刘震云老师，也有别的男作家。中国的就不说了，包括像弗洛伊德、尼格尔、尼采、黑格尔、三岛由纪夫等等，这都是我当时很喜欢的作家。但我发现他们对女性的蔑视之严重和赤裸，这会让我就是一方面把自己当成一个男性，和他们一起去鄙视女人，认为女人就是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没有什么逻辑，也很矫情，也很琐碎。然后同时能看到的女作家相比又实在太少，同时就会觉得女作家果然很小气，就是写一些家长里短，写爱情。但其实后来想想，女性能受教育、能写作已经是很晚的事情，而且还有大量的家务和育儿，让女性无法从事艺术工作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发现不是女作家和女导演太少，而是被收入正点的太少。就像我不知道1789年人权宣言的时候是不包括女人的，当然也不包括黑人。电影界更是如此。大家都知道，1895年是诞生了第一部电影《工厂大门》，但其实1年之后，1896年也诞生了第一个女导演，叫爱丽丝·盖伊·布拉切。其实我也没有怎么看过她的片子，但我后来了解了一下，她的第一个电影是《卷心菜仙子》，就是讲一个少女把刚出生的小孩从卷心菜的花丛中抱出来。这个是世界上第一部虚构类的剧情影片，而且她一生中拍摄了1000余部短片、22部长片，但电影史学家从来没有把它记录在案，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史学家也只有男性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些结构性的历史原因，优秀的女性不是没有，而是不被看见，使得我们不仅缺少女性的榜样，缺少对女性可能性的想象，也缺少了更丰富的女性独特的不同于男性命运的叙事。我们更多的只有男性榜样。不过我发现很少有男生会将一个女性作为他的榜样或者偶像，最多就是会作为自己的理想型。而我原来喜欢的也都是男导演，在那些大师当时的年代，必然很难有平等的性别观，他们的先锋性没有触及到性别意识，他们拓宽了电影艺术的边界，却一再把女性的命运收窄。现在大家也都知道，男性凝视这个词最早就是出现在电影分析中，男性是作为权力的主导和凝视的主体，女性是被凝视的客体，而且大多数受欢迎的电影，其实绝大程度上都满足了男性的凝视快感，以男性视角去色情化的看待女性。因为这样的片子太多了，而且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范本，你看久了之后，它就会成为你的观看方式、思维模式，还有审美取向。同时呢，这也会造成一系列的迷思，比如说，我经常就会在反省我自己的审美和男性凝视下的审美有什么不同，我可不可以自觉地区分开？而且那不被男凝的美和性感应该是怎样的？包括物化男性就可以反客为主吗？消费男性就代表我们女性力量的崛起吗？还有用男人的方式去做事、去待人接物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第二性的属性吗？事实上，现在的影视依旧如此。要不就是男人的故事，女人是附庸，是妈妈和女儿，为了展示男人的不容易、男人的绊脚石，还有男人的善良和男人还有人性；要不然就是女人已经忍无可忍，要杀人、要复仇，以及女人在谈恋爱。而且可悲的是，我也加入了这个创造。在我最初写小说的时候，就是在写都市情感，写剧本、拍电影的时候还是。包括爱情神话，当然了。所以有一天，我突然就在反省：我是天生缺爱吗？还是我被塑造成了这样？而且我不知道，如果我从小到大生长在一个非常性别平等的环境里，没有太多的声音告诉我女生应该怎么样，那我会是怎么样？比如说，我可能会不会也喜欢踢球啊，喜欢理科，喜欢冒险，喜欢科学、科幻，然后喜欢像男人一样召集一大帮人来做活动？因为这些事儿我也是绝对不会干的，而且我可能会更早选择做一个导演，
因为在我30岁拍电影之前，虽然没有人打压我，但是我自己就会打压自己。比如说在考电影学院的时候，我不加思索的就认为自己应该做编剧，因为我声音小，性格很软弱，也没有什么气场，同时我很害怕跟人冲突，所以我就觉得实在不适合做导演。当然，这个适不适合是因为跟男性导演相比的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更多女导演的模板。同时呢，一直以来的环境氛围让我默认女人作为男性的辅佐才是最好的搭配。对，所以我当时有跟汪老师写剧本，而且我其实还记得，我当时因为我也不太会写电视剧，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，然后当时有一个活是写一个历史题材，对，所以我也觉得我是被塑造成了才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，除了《上元灯彩节》这本书啊，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。但是我记得当时跟汪老师写一个历史的电视剧的时候，我写完第1集发给他。然后过了很长时间，他都没有回应我。过了几天都没有，然后又过了几天，他就跟我说，他看完我的剧本就脑淤血了，当场血压升高，然后就住院了，住了1个星期。就是因为我的确也不太会写，尤其是电视剧，因为在我的脑海里，我想的可能是像那个《一步之遥》那种，一上来就是要那种大场面、很恢宏的，所以我用那种方式去写电视剧。就是汪老师现在身体已经好了，他已经坐在这儿了。对，就是说到了，之前很多年我的确都是在做编剧，然后呢也去辅佐一些男性导演，但是我就是发现，就是做导演上其实男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，而且也的确经常会给我很添堵，比如乱改剧本，而且我就是得不到尊重。同时呢，你被没有才华的人不尊重，你就会更加的生气。哦，对啊，而且比如像汪老师，其实他都没有怎么去改我的剧本，他只是让我重写。但是有一些男导演他就是拼命的给你乱改，而且就是肯定是改得很差，所以我当时就是特别痛苦，而且经常就是大哭一场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不要再去辅佐这些男导演了。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还有了一些自信，就是我在想，虽然我肯定也不会拍电影，我当时觉得，或者我肯定可能不会拍得太好，但是我肯定不会拍得比他们还差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你有了这个自信，你可能就会去做一些事儿。最后呢，我就是想说，身为女性创作者，不幸的是，就是要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对自己进行一个反洗脑，而且要在学习中克服自己身上厌女的部分，反省甚至否定过去的自己。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写的很多小说，我完全都看不下去，因为那其实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人那样去物化女人的，我觉得这个很不好。但是我已经在去否定了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。同时，我也要在摸索和这个环境相处的方式。但幸运的是，一旦你具备了性别意识，而且有意识地检索自己身上被塑造出来的部分，一切就都会有新的体验。最后再点题一下，因为这个是人活一句话嘛，我就觉得女人会比人更幸运，因为女人会活很多自相矛盾或者前后不一的话，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会比她们活得更丰富、更立体。谢谢大家。